来解那个 LeetCode 的问题哈。LeetCode 的问题今天是第1631题，所谓的 Pass with Minimum Effort。那这个当然是跟爬山有关的啊。它所谓的 effort， 它是把它定义成为绝对值的差啊，特别是在两个连接的 cell 高度的绝对值的差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从这个例子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得到啊，2D 的一个阵列啊，假设它的 size 是 rows 乘 columns。那原则上呢，它可以行进的方向，当然从这边的 T 很清楚，它就可以走的路径是可以走上下左右，好，上下左右。那基本上，我们知道爬山啊，上坡，很费力气啊，下坡的话很伤腿啊，所以它这边所谓的 effort 指的就是说。连接两个邻接的那个 cell 之间呢，它的高度的绝对值的差。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最少的 effort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，它这边这个例子它很清楚，就是要走这样的一个路径。好，那怎么去解这样的问题呢？其实解这样的问题呢，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图论里面常碰到的所谓的minimum distance pass 有关的。那这个其实是有相当成熟的一些演算法，我们其实可以过来看一下。那我们一般来说，在所谓我们要去找所谓的最短路径啊，就是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去解最短路径的一个问题啦。路径当然就跟距离有关啦。你说邻边两个那个绝对值的差，基本上它也是距离。好，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看所谓的 Dystrust 的一个演算方式你有一个 graph 上面的邻边之间有所谓的 weight 当我们实际来做的话，跟这边这个比较一般的演算法，当然会稍微要修改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是将的 edge 呢都把它设为无穷大，这边都先设为 infinity。那当然一开始的左上角00的那一点，当然是要先设为0。好，那原则上我们是用一个优先处列来进行。那我们的优先处列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是采用所谓的 minimum heap。原则上，我们就是去储存它的一个顶点就可以。那所以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只要当我们这个 heap 它飞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下面的当然就是我们先看它在这个 heap 最上面的那一点，基本上应该就是 weight 应该是要是最小的。然后我们把它 pop 出来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会将这个 u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所要找到的一个路径，然后再去看它相邻的那些点也就看它的 junction 的部分如果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类似方格的，当然就是它的上下左右这4个地方。如果是它在边缘的话，当然有可能就比较少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类似的事情。然后，如果它符合条件原则上我们再把它放在我们的 heap 里面。
那我们这边大致可以从这个动画呢，你大概知道这个问题这个所谓的 Dijkstra 应该是要怎么去进行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程式大概撰写的情况因为原则上就是我们将 Dijkstra 这个演算法呢，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爬山的问题呢，我们做适度的一个修改。那我们当然一开始我们当然是要有去记录你的每个 cell 它是否是有被走访过。那根据它的题目限制呢，它其实要最多也就是有10000点10000个。那然后我们这边有方向嘛，所以我们我们是 J 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是先看它的左边，再看它的右边，再看它的下面，再看它的上面。基本上你其实也不一定是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顺序啦，其实用其他的顺序就固定的一组顺序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我们去宣告我们的优先处列所以这边的排序是要用 greater 所以基本上要出来的当然也就是一般我们所俗称的 minimum heap， 变数名称我们就用 PQ 来表示。然后我们要放的点放的应该这种放类似可能是 pair 或者是2个元素的array。那它的头一个元素原则上就是它的weight那我们这边所定义的当然也就是它跟它的相邻高度的绝对值的差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放的是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的相关位置的 ij 去放，但是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维的一个资讯这样来放可能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就跟刚刚所看的一般的 Dijkstra 演算一样我们看这优先处列在非空的情况，我们就进行下面的这些事项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它的在它最上面的那第一个部分当然是它的 weight， 第二个部分才是它相关的那个点的资讯。那点的资讯它因为有 i 跟 j 嘛，所以我们这边idx 去除以 n 的话，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current 的个数。然后在 C++ 的话，要把它 pop 掉。好，如果我们这边所找到的 weight它是比我们原先所找到的那个 distance 要来的大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是进行下一次嘛。我们下面的这些都不要做了代表它找到的太大了。那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这边这个是方便我们展示用或者出错用，那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走访像这边右边这个例子，我们所走访的它的那个 ij 的位置像这里就很清楚，是从00开始，01、02，然后再来是12、11，然后10。走到最后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维的一个情况，当然也就是它个数减1嘛，所以这个 n 乘上 m 减1所以也就是当它走到这边的时候，代表我们 minimum distance pass 我们就把它找到了同时我们将这边将它的 effort minimum effort 我们将列出来，再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，它的 minimum effort 就是5。所以这个都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当然是把它标记为 visit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所谓的
D2 也就是它的 new distance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透过我们可能最多就4个相邻的 cell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这边讲了所谓的先往左，再往右，再往下，再往上的顺序，分别所代表的它的 row 以及 column 是 R 跟 S。我们这边再把它转换成一维的资讯。如果呢它已经被走访过了，或者它这样走到外面去了，我们当然就这一次我们就不进行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次下面的，然后我们去计算它的跟它那个先前它从 IDX 到我的 IDS2 的高度差当然这边要加绝对值这就是我们计算这一次的H 它的所花掉的 effort。那因为我们主要是要看，那你的 effort 当然是越少越好，但是我们的所谓的 effort 呢，当然跟我们先前的 D 呢 ，W 跟 D 我们取其大值这就放到我们的D2 里面。然后如果我们的 D2 呢是跟我们原先所记录的distance 来的小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把我们的 distance 我们做更新。好，然后这边当然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把它 push 到我们的优先处列里面这一点以及它的 weight。好，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程式的一个情形。好，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这边执行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它这边呢，当然也是有 try 的一个情况。这边先走这样走到这边之后呢，那它又跳到12的情况。好，那12的情况这边从02到12，它当然这边的话，它的 effort 就是就8减2就等于6嘛。所以这边当然就是说 try 到这里，然后发现这个当然不行。然后再来，因为我们是用所谓优先处列部分呢，那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的话，所以实际上下一个真正要选取的应该是10，也就是说直接从这里过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一个计算过程，所以是13535，所以它 F 是2这是它的一个步骤当中我们当然是会有一些try 的过程。好，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，那它的 F 是1，那我们再看第3个，这当然 F 是0然后就直接走1的部分就好了，但是它这边还是会有一些 try 的过程。好，那我们的另外一个解，我们简单讲另外一个就是采用的所谓的 DFS 加上2元搜寻原则上这个你要做几次深度优先搜寻呢的次数呢，其实是不一定的。那所以它原则上它的时间是比较久的。好，那我们解这一类问题呢，我们还是采用Dijkstra algorithm 呢，其实会比较理想一些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